楚清月，朕命你全权接手此事。若大理寺卿霍安乃杀人真凶，朕绝不姑息；可若是有人蓄意陷害，朕限你3日之内找出凶手。3日期限是不是有点太急促了？陛下，此事关乎到户部、工部和天刀山庄，万万不可儿戏呀！求陛下还我儿一个公道呀！说话的是户部侍郎李大人。李大人跪在地上，哭得眼睛都肿了，一个劲儿的要萧景瑜杀了霍安，以祭他儿子的在天之灵。朕意已决，楚清月，朕限你3天的时间破案。夫人，霍安一案你接与不接都可，有本王在，夫人无需担忧。萧玉衡冷眼看着萧景瑜，即便龙椅上坐着的萧景瑜仍是当今圣上，楚清月是真想伸出大拇指给萧玉衡点个赞。我欠了霍安一个人情，而且我也相信霍安虽然愚忠木讷，但是不至于无缘无故的杀人。夫人当真心善呀。诸位大人也听清楚了，本王夫人现在起接手霍安一案，诸位大人若是给夫人难看，就别怪本王不留情面了。萧玉衡全力支持楚清月的决定，无论他做什么选择，楚清月揽下了霍安的案子，和萧玉衡离开皇宫之后直奔大理寺。1天不到的时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也不知道啊。西城和凉亭中都发生了什么？那么多人都看到你持刀疯了一样的砍杀凉亭中的无辜之人。西城河中发生的一切我都不记得。霍安知晓闵元应该将他这一天的行程都告知给楚清月，但唯独缺少西城河之事。因为就算是他也很想知道自己在西城河凉亭中究竟做了些什么。等到醒过来之时，已经被关押在大理寺最深处的牢狱中了。你还记得哪些细节？努力的想一下，为什么离开大理寺？为什么去了西城河？在西城河中又遇到了什么人？霍安闭上双眼，努力的在模糊混乱的回忆之中找寻着有用的线索，可脑子里面就和浆糊一样，一幕幕的画面扭曲的交叠在一起，根本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在大理寺到西城河的这段时间，你还记不记得自己看到过什么，听过什么，说过什么？很显然霍安是中了毒了，但是这种毒不会取人性命，当效果消失之后，会让人脑海之中一片空白，记不得其发生的事情。我不记得了。这就很难办了，被当成了杀人凶手，但霍安却是不记得事发之时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关乎到工部、户部以及天刀山庄，并且还要在3日之内结案，否则霍安就要被斩首示众了。夫人，本王倒是有些线索，不知能否帮到夫人。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事情的原委？眼看着我像无头苍蝇一样的乱撞。本王只是不想打扰夫人的热忱。再说了，夫人也没有问本王，实在是冤枉本王了。萧玉衡一脸冤枉的神情，一来他确实是想要让霍安归西，但楚清月既然揽下了案子，那他便放霍安一条狗命罢了。二来嘛，他可爱美丽又温柔的夫人也未曾开口问过，作为贴心的相公，他自然是不可多言，打扰夫人的思绪。你呀就是蓄意报复，赶紧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本王说还不成吗？据本王的密探回报，当时西城河凉亭内不仅仅有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和天刀山庄的少庄主，还有其余8人，那就是死了11人。可大理寺侍卫只找到了10具尸体，死了11个人，但只有10具尸体。奇怪了，第11具尸体难不成落水飘走了？应该是没这个可能性的。大理寺的侍卫不至于这般粗心大意，报错了尸体的数量。第11个人还活着。夫人聪明，第11个人确实活着，而且本王也将那第11个人抓住，但审问不出任何事情。那人的症状和霍安一样，将所有的事情都给忘记了。那第11个人现在身处何处？死了。藩王府侍卫押送此人前往大理寺之时，被黑衣人射杀身亡，如今尸体已经抬去了义庄。不过在那人身死之前，本王在行刺的黑衣人身上
看到了血煞宗的纹身。血煞宗？大哥，麻烦你知道什么消息后第一时间告诉我可以吗？这样不会让我觉得我像一个智障一样东猜西想。谁敢说本王的夫人是智障？本王第一个灭了她。萧玉衡，你是不是还知道一些事儿？真没有了，本王将所知道的一切都告知了夫人。楚清月半眯着凤眸，上上下下的看着萧玉衡，他总觉得这货还有话没说完。事实上，萧玉衡确实是有一些话还并未对楚清月说，并非是不信任，而是太过危险了。霍安之事看似简单，实则牵扯了太多的利益，有些黑暗中的污秽太过于肮脏，他可不想夫人脏了双手，交给他来解决便是了。蓝之年，你觉得楚清月能否还霍安一个真相？说话的男人不是别人，正是神剑山庄的少庄主江源，也是当日在黑市买下楚清月售卖的全部假万里山河图的人。他能不能破案与本公子有何干系？没干系最好，不过你确定另外几张万里山河图在楚府？提到万里山河图，江源不得不想起上一次楚清月卖给他的10张拓印版，无一原版。从血煞宗那里截获的情报，楚天雄手中至少还有2张万里山河图。江源，你确定要掺和此事？神剑山庄虽然也属于10大家族之列，但鲜少插手万里山河图的事情，一心只为午休。如今江源竟然对万里山河图感兴趣，这让蓝之年多多少少有些忌心。参与不参与有什么关系啊？本少主只是想让七国尽快乱成一团而已，这不正是那些人所期望的事情吗？江源半眯着眸子，让人看不清楚他眼中神色为何。就在江源和蓝之年准备进入楚家之时，好巧不巧的，楚清月回来了。哟呵，这谁啊？你怎么回来了？你这话问得真傻，老娘的家老娘不回去哪里啊？难不成去你家过年？倒是你们2个有事儿？见过楚姑娘，在下江源。楚姑娘当日售卖给本公子的10张万里山河图都是高仿版，无一真品。如今本公子是来找楚姑娘讨一个说法的。楚清月吞咽着口水，脑海中飞速地流转着杀人灭口毁尸灭迹的方法。钱是绝对不能退，不是1万两银子的事情，是1000万两银子的事情。但是杀人是犯法的，他又做不出如此禽兽不如的事情来。我要说钱丢了，你信吗？楚清月，我们从血煞宗那里截获了消息，楚府中还有2张万里山河图，只要你将这2张万里山河图交给我，本公子不仅可以保证你的平安，更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好处。好，我可以将楚府的2张万里山河图都给你，但是我有条件。蓝之年和江源没有想到楚清月如此爽快地答应将万里山河图交给他们，并且邀请他们进入到楚府里。这便是楚府的2张万里山河图，当日1张拓印版的山河图都卖到了天价，而这2张正版的你们看着给吧。楚清月摆明了要狠狠地敲诈一笔，万里山河图对楚家来说就是个祸害，若是旁人不知道的话那还好说，虽说他不知道血煞宗怎么会知晓楚家还有2张万里山河图的事情，但现在万里山河图已经暴露了，为了保护楚家一家老小的安全，楚清月全权代表将2张万里山河图交出去，来换取楚家上上下下的平安。瞧好了，2张都是正版，你们要是不要，外面那群人可都是抢着要呢。从他踏入楚府大门开始，不对，是从回来开始，一举一动就在众多势力的监视范围之内。也好，让他们看看楚府将万里山河图交给了蓝家和江家，想要的话那就去蓝家和神剑山庄抢好了。门外的兄弟，你们愿意出多少价钱买这正版的万里山河图呀？片刻之后，楚府外的房檐上有人答复着楚清月：只要楚姑娘肯割爱，价钱您随意开，我们主上
给得起。楚姑娘只要将万里山河图交予我们，我们家主人不仅可以保楚府上下平安100年，还可以赠送生生世世都花不完的金银。你想要什么？我要的很简单，第一，足够的钱，当然我不接受欠条。第二，我要蓝家和江家2大家族的调动权利，若我以后有任何不便之时，蓝家和江家能够助我渡过难关。第三，我还没想好。楚清月笑着，蓝家和江家是10大家族之中财富和战力的代表，未雨绸缪嘛。如果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儿，多个蓝家和江家做靠山，还是挺不错的。我呢，相信2位公子也知道，只是一个留在都城陪读的妇人，天生胆儿小，不爱惹事儿，一般情况下招惹不了什么麻烦的啊。蓝之年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如果萧国皇帝威胁到了楚清月，他都敢造反自立为帝了。蓝公子，你别这么看我，让萧玉衡看到了又该吃醋了。夫人说笑了，本王并非是吃醋，而是爱，是对夫人最真心的爱。此时一道磁性的声音回响在夜空之中，字字句句中满满的都是宠溺之情。最近天气越发的凉了一些，夫人要注意身体，一些阿猫阿狗之类的不轨之徒别随随便便的放进楚府，若是被咬伤了，本王会心疼的。如萧玉衡一般腹黑的人，就是在警告蓝之年和江源别仗着自己是10大家族的身份对楚府对楚清月无礼，如若不然后果自负。在听到萧玉衡口中用阿猫阿狗来形容他们的时候，蓝之年半眯着眸子，眼中的怒火噌的一下子就上来了。江源先一步拉住了蓝之年，他清楚蓝之年是什么样的性格，但更加清楚萧玉衡是什么样的人，无非就是故意在激怒他们。江公子，蓝公子，你要万里山河图不要？只要你们开口，我便把万里山河图给你们。若是不要的话呢，我就给外面的那群人了。要的话呢，还是那2个条件，钱和调动蓝家江家的权利。当然我是不会随随便便的让2大家族的势力给我跑腿买萝卜之类的这种小事了。第2个条件，我蓝之年代表我蓝家应允，在一定范围之内，你拥有调动蓝家势力的权利。说着，蓝之年从怀中拿出一块令牌，扔在了楚清月的怀中，用实际行动代表着蓝家的决断。江源依旧是半眯着狐狸眸子，也从怀中拿出了一块令牌，丢给了楚清月。本少主也代表江家应允了清月姑娘的第2个条件，不过清月姑娘应该知晓一件事，我们江家可不如蓝家有钱。一句话，江源明明白白地告诉楚清月，江家虽然在10大家族的排行之列，却是以武力为尊的家族。金钱嘛，还是蓝家有钱，管蓝家多要点钱，和江家少要点钱。萧玉衡，你说我应该要多少钱才是啊？夫人想要多少便要多少。蓝家江家的2位既然敢闯入楚府大门，没有足够的钱岂能离开楚府？三王爷是在威胁我们。空气中弥漫着的紧张气息压制着人心。哎呀，看江少主说的，我楚清月像是狮子大开口的人嘛。哎呀，不贵不贵，一张万里山河图我就卖300万两黄金就行啦，金票也是可以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哟。萧玉衡，你说这2张万里山河图卖300万两黄金合算吗？夫人觉得合算便是合算，若夫人觉得不合算，加价便是。要不然就350万两黄金吧，蓝家和江家这家大业大的，那也不差这么一点钱嘛。350万两黄金与400万两黄金没有太大的区别，本王倒觉得400万两黄金更划算。也是，蓝家和江家可是10大家族之首的家族，要的太少了，岂不是折了2大家族的面子？就如三王爷所言，450万两黄金吧。夫人有所不知，蓝家最近在萧国和燕国的边境地带发现了一座金矿。金矿？那要少了更不合适了，不如凑个整500万两黄金。灯火之下，价码从300万两黄金水涨船高，直接跨度到了500万两黄金。
只是在几句话的间隙内落实了一个新的价格。这一幕看得不仅仅让蓝之年眼角直抽，看得暗中观察的一众势力脑瓜子也是嗡嗡直响，一个个都在庆幸着。他们庆幸自己没有暴露，也庆幸自己穷得拿不出那个价，要不然今日必然无法活着离开楚府。今日归来有些晚，没用晚膳，本王想吃夫人包的小馄饨。没空啊，钱都没给，万一蓝公子和江少主拿着万里山河图跑了咋办？我一个文不行武不就的无知妇孺可是追不上。有本王在，夫人莫担心。话音落下，细长的丹凤眸上扬挑起，眼中凛冽的杀意毫无保留地迸发着。给钱。多谢蓝家大公子，多谢江少主。江公子，蓝公子，这样的事情本王不想再看到第二次，否则杀无赦。字字句句之中透着毫无遮掩的杀意，那凤眸之中的冷冽更是如此。若是他晚回来一步，后果不堪设想。无论是蓝之年、江源，还是暗中隐藏的杀手，都会对楚清月构成威胁。既然万里山河图已经到手了，那本少主也不便打扰了。江家一张万里山河图，蓝家一张万里山河图，而且二人已经确认过了，这张图是正版的，并非是黑市之时如那张万里山河图一样的高仿假货。蓝公子，等一下，咱们当初的枕巾是不是也应该结一下啦？当初救了蓝之年的时候，他可是没少耗费心力。再说了，要不是因为有像他这样善良美丽的可人儿出手相救的话，蓝之年和蓝思年兄弟二人就全部都会挂掉的。本公子当初离开之时，已经在信里面留下了银票，若是找不到的话，你可以问一问三王爷钱去了哪里。某王爷当初干的事情，蓝之年知晓了，看了一眼萧玉衡，蓝之年不再理会楚清月，离开了楚府。与江源和蓝之年一同离开的，还有暗中的各方势力，准备抢夺蓝家、江家万里山河图的众人。楚府又恢复了平和。萧玉衡，蓝之年方才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点不太理解呢。夫人要相信本王，本王以及整个王府都是夫人的，一个小小的蓝之年胡言乱语而已，夫人莫要在意。当真？蓝之年没有必要开玩笑，但看萧玉衡的表情也不像是在说假话。罢了，这事儿就算了吧。你就不想知道我手里为什么还有2张万里山河图吗？这个世界上让本王在意的事情唯有你和孩子，即便在外人面前本王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恶魔，可在夫人和孩子身边，本王只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萧玉衡知道楚清月在担心什么，但是这点完全无需去担忧。无论世人怎么想他，怎么看他，怎么惧他，对于楚清月，对于2个孩子来说，就算是天塌下来，就算是与全世界为敌，他也要保护好母子3人平安。楚清月的凤眸渐渐浮现出一抹温暖的红意，他感受到了萧玉衡的真，感受到了他的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面前的男人越发的让人信赖。大姐，咱家是不是来人了？你在说本王不是人？三王爷，您这话可是自己说的，我可没说。刘宇安摊了摊手，他说的来人了，并非指的萧玉衡，而是别人。他能闻得出来陌生人的气息。你狗鼻子啊，这么灵？不是跟你吹，小爷鼻子从小就灵敏。三王爷，你和我大姐腻歪完了没有啊？我有挺重要的事情和我大姐说。有话快说，有啤酒放。刚才我们在明月楼吃饭的时候，听到隔壁一群人在谈论霍安的事情，小爷我就听了一会儿。刘宇安说着他们在明月楼用餐之时听到的一些闲言碎语，事关霍安的案情，说了西城河当天发生的事情，这些都不是关键。让刘宇安在意的是其中一个人一口笃定天刀山庄的少庄主有异样，并且说他当日清清楚楚地看到天刀山庄的少庄主行为怪异，就像是被操控的提线木偶。不仅是天刀山庄的少庄主，其余人都是如此。还有那日在霍安去往西城河之前，西城河凉亭中的一些人就已经死了，大概就是这么多。如今刘宇安的一番话更加确定了楚清月当时所想，
看来操纵一切的幕后黑手早有所料，天刀山庄的少庄主侍郎公子被血煞宗灭口的第11个人。花，问你件事儿，你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威胁着谁？有，我手中握着平南王的罪证，不仅如此，还有朝廷大臣的罪证，以及三王爷的罪证。本王若是想杀你，你还会平安的活到现在吗？好了好了，你们先别吵架了，我问你正经事儿呢。楚清月打断了二人不善的言语，继续问着霍安关于罪证的事情。而此时，一道黑色的身影听着楚清月和霍安之间的对话，可不知怎么着，楚清月突然间一巴掌打在了霍安的脸上，那清脆的声响回荡在整个牢房之中。霍安，老娘看错你了，你竟然敢用萧玉衡的罪证来威胁我！那又如何？你要能把我救出去，本官自然会将三王爷的所有证据销毁，这是一笔合算的买卖。霍安，就算我楚清月瞎了眼睛了，从现在开始，你是死是活，我绝不会干预。凤眸被怒气占据着，但在离开之时还踹了霍安一脚。夫人莫要动怒，气坏了身子。奶奶个腿儿的，他威胁我，老娘这2天东奔西跑的给他证明清白，结果那傻叉用你来威胁我，我可去他丫的，爱死不死，老娘才不管他呢！楚清月骂街的声音回荡在大理寺监牢内。闵元早早的便是来到了楚府，今日是3日期限的最后一天，若是再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明日霍大人就要被斩首示众了。不去，霍安的事情我不管了，爱怎么死就怎么死啊！闵元也从大理寺侍卫口中多少得知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可心中不解，霍大人为什么会说出那些话来惹师傅生气？这对霍大人只有害处没有利处啊！师傅，我代霍大人给您赔礼道歉，还希望师傅您能出手。别劝我，看在你我2人师徒一场的份上呢，你要是以后还想留在楚府吃饭，为师欢迎。说是执意要为霍安请罪，那咱们师徒情分便缘尽于此了。师傅，徒儿先走了。慢着，帮我把书房的垃圾倒了再走。闵元进入书房，拎着一个装满了纸屑的竹筐离开了楚府。闵元扔了竹筐后也骑马离开，而此时2个一直徘徊在楚府门前的路人翻找着竹筐，直至确认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之后，这才回到了自己的岗位，继续监视着楚府众人的一举一动。1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夜色笼罩着整个天地之间。楚清月做了一大桌子的饭，却不见闵元的身影。刘宇安还问着烈风闵元去了哪里。这段时间3个人一起吃饭，吃出了感情，少一个人吃饭都没有那味儿了。楚清月几乎在楚府闲了1天，看模样是真的不打算插手霍安的案件了。霍安铁证凿凿，容不得你辩驳。来人呐，将霍安拖下菜市口，斩首示众。平南王爷，你是不是有点太操之过急了呢？连问都不问就定霍安死罪，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故意而为之，在遮掩些什么呢？你还知道来啊？怎么着？你还希望老娘给皇帝五马分尸了不成？倒是你，怎么成了这么个熊样啊？楚清月明知故问，他当然知道昨晚上有人对霍安用刑了，要逼问他说出那些罪证在什么地方。而私设公堂的人，不是眼前的平南王，还能有谁呀？平南王，我奉命调查大理寺卿霍安一案，身为霍安的状师，总要为我的当事人辩解一下，王爷您才好定罪吧。见到本王还不跪下，你个无知妇人，就不怕本王判你个藐视皇权的罪吗？哼，平南王，你脑子进水了吧？你是平南王，我是漠北越王，咱俩同级别，让我跪你啊？你也不怕当场折寿死过去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平南王老年痴呆呢。霍安杀人的铁证已经无需辩白，楚清月，你可知你此等行为就是在助纣为虐，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死在霍安手中，本王作为主审官，定然要为天刀山庄为2位侍郎平冤。这话别人说说我还行啊，从平南王你的嘴里说出来呢，就和放屁一样。楚清月，你个无耻妇人，竟然敢在公堂上辱骂本王！辱骂？
我一没骂平南王的祖宗，二没骂平南王猪狗不如，三没骂平南王是个小傻叉。敢问王爷，我这个无知妇人什么时候骂你啦？我只不过是陈述事实而已啊。哎，行了，咱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呢，留到堂下再说啊。天刀山庄少庄主2位侍郎的儿子和霍安三者之间互不熟识，我想问一下我的当事人啊，当日为何要前往西城和凉亭呢？不知，我正准备查阅案卷，却感觉头晕目眩，之后的事情便不得而知。直到我醒来后，发现自己身在大理寺的牢狱中。若不是从旁人口述中知晓西城和凉亭中的所作所为，他绝对不会相信自己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霍安之言太过玄妙，不能作为证据。楚清月，若你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霍安无罪，本王连你一同判刑，告你个扰乱公堂之罪。平南王这是赶着去投胎啊，这么急啊？再说了，我说我没有证据了吗？诸位请看，霍安背部伤口的血液呈现出了嫣红色，一般人的血是血红色，这代表血液中的毒素还未排干净。第二，我昨晚上到义庄检查的11个人的尸体，这些人生前也伴有中毒的症状。韩庄主，2位侍郎大人，请你们好好回想一下，少庄主和2位公子当日可有什么异常？我儿能有什么异常啊？天刀山庄的庄主韩青云努力地忍着怒气，生怕自己一时冲动当场宰了楚清月。2位侍郎亦是摇了摇头，证明着当日他们的儿子没有任何的不妥之处。咱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天刀山庄的少庄主侍郎的儿子大理寺卿霍安，敢问诸位，这三者之间有何区别？霍安为何要杀了11人呢？3人出门之时并未带有什么钱财，对这11个大老爷们儿能有什么邪念呢？霍安他就算是再变态，也变态不到那种地步呀。至于临时起意发生口角，更是没边儿的事情。三者之间并不熟识，又会因为什么事情大打出手呢？而且按照当日目击证人的描述，在霍安去之前，那11个人就有所异常。所以说，这一切都是一个预先布置好的陷阱，目的就是为了让霍安跳进去。至于对方11个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霍安出现在西城和凉亭，被众人目睹他行凶。什么意思？就如韩庄主听到的一样，当日正巧少庄主2位侍郎公子出现，那幕后黑手也随即挑选了3位作为棋子来陷害霍安。楚清月，你休要胡言！老夫今日当着众人面前撂下话，若你说不出个什么，老夫就算倾尽天刀山庄所有，拼尽天刀山庄最后一人，也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韩庄主，你身为天刀山庄的庄主，应该知晓少庄主伤口上的绿色粘液是什么吧？这是燕国也有的一种蛊毒，一旦蛊毒进入到人体之后，便会让人产生幻觉。这种蛊毒只能在人的身体里面存活一定的时间，会根据个体的死活有着短暂的差别。即便如此，那也无法为霍安开脱。霍安仍旧是杀了11个人的凶手。除了第11个人之外，其余10个人的伤口并不致命，都是死在蛊毒的毒发症下。至于第11个人，则是死在了血煞宗的手中，并且血煞宗还将此事嫁祸给了平南王爷。第11个人在临死之前，将刻印着平南2个字的绿宝石扔在了西城和凉亭之下，目的就是将此案的幕后黑手引到平南王身上。第11个人是被血煞宗所杀，这案子的幕后主使也就是血煞宗。有人委托血煞宗陷害霍安，从霍安手中拿到他们的罪证。而且是谁委托血煞宗布局，楚清月相信霍安心中已经有数了。楚清月，你可敢用生命发誓，我儿之死与霍安无关？我只能和你保证，你儿子不是霍安杀死的。话呢，我已经说到这儿了，至于怎么判决，那就是平南王的事情了。哦，对了，昨儿晚上大理寺监牢内发生的事儿，我可得一五一十的禀告给皇上。楚清月看了一眼平南王后，转身离开了大理寺公堂。该说的话他已经说了，结果如何，他相信平南王心中有数，不会为了杀霍安将自己也给搭进去的。夫人的心情似乎很不错啊。那是当然了，嘿，
夫人厉害，得夫人一般的贤内助，本王何其荣幸。好说好说，别自卑，姐是不会嫌弃你的。陛下，我可是救了你的心腹狗腿子，您是不是该赏赐我点钱财呢？霍安一案，你确实有功，该赏。谢陛下圣明。陛下，昨晚上大理寺监牢内发生的一切，您应该也知晓了。我和霍安联手演出了这一场戏，也是够费脑子的了。等朕处理好了这事儿，自然会再次论功行赏。再谢陛下，陛下更是圣明啊！楚清月的心里都乐开花了，皇帝赏赐没有个180万，那都不好意思拿出手。这回他可是发达了。霍安掌握着你啥罪证啊？是不是又招惹什么风流债了？本王自始至终都为夫人守身如玉，怎么会惹风流债呢？夫人误会了。误会？坦白从严，抗拒更严。说。夫人当真知晓？萧玉衡说起了10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的先帝病重，太子之位一直没有定夺。当时的齐王推举萧景瑜为太子，以便先皇驾崩之后直接继承皇位。但是先皇更中意他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于是呢，齐王便派出杀手刺杀他和母妃。为了保护他，母妃身亡，也是为了给母妃报仇，他提刀冲进了齐王府，杀了齐王在内的满门家眷。先皇知晓此事带来的后果，便让他前往白云寺出家为僧，躲过一劫，将齐王灭门的惨案压制下来。此事到现在也鲜少有人知晓。难不成霍安说的就是齐王的事儿？怪不得萧景瑜总是处处针对你。夫人想到了什么？不是想到什么，早知你有把柄在霍安手中，我添点柴火直接送霍安归西了。还有，除了宫莹莹这个250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风流债？本王保证，自从白云寺夫人睡了本王之后，本王绝对为守身如玉。那就好。兰之年你输了，楚清月替霍安翻了案，证明他无罪，所以之后的话还没出口，可江源那一脸的笑容更是让兰之年气得牙根痒痒。二人之间有个赌约，关于楚清月能否为霍安证明清白、洗脱嫌疑的赌约。一旦楚清月能再证明霍安无罪，那么兰之年便要答应江源任何的一个条件。说是楚清月不能够证明霍安的清白，相反，江源要答应兰之年任何的一个条件。现在看来，兰之年输得彻彻底底的。怕你不成？老头儿，这是什么呀？还能是啥呀？万里山河图。万里山河图？老头儿，咋回事啊？咱们家搞批发了吗？因为万里山河图，楚家可是没少遭受磨难。前几次的事情他就不说了，单单是最近发生的事儿，兰之年和江源以及薛煞宗的人不知道为何知晓楚府还有万里山河图。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啊。楚天雄叹了一口气，又说出了一个楚清月记忆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是关于楚天雄和楚家女主人的故事。楚家女主人名叫黎素问，是一个神秘部落的巫女。因为与当时走伤迷路了的楚天雄相识，二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相知相爱，并且在一起了。而黎素问身为部族的巫女，与中原男人相爱，触犯了部族的禁忌。于是乎，为了保护妻子的安全，楚天雄连夜带着黎素问离开了部族，并且在离开之时，黎素问带着一个小木盒子一同逃走的。老头儿，你的意思是说，你带着我娘亲逃走的时候，我娘手中的盒子便是万里山河图？啊，正是如此。其实你娘亲的部族是前朝的将军之一。说到万里山河图，就不得不说起前朝的事情了。黎素问的部族便是拿着万里山河图7个残片之一的将军。为了躲避世间的灾难，也为了守护宝藏，黎家便开始隐居在森林之中，从此以后过着隐士的生活。言归正传，在本就有4张万里山河图的基础上，楚家又多了2张万里山河图。这若是被外人知晓的话，那楚家一定会成为众矢之的。那万里山河图
一共只有7张，单单楚家就有6张。老头儿，你可以呀。为父也是在你娘亲去世的那天才知道的。7张万里山河图，咱们楚家有6张。若是老夫记得没错的话，另外1张万里山河图应该在燕国的袁家。老头儿，你不会是想找齐万里山河图，然后让众人寻宝去吧？楚天雄没回话，等同是默认了楚清月所说的话语。万里山河图在楚府始终是个危险的存在，那何不找齐所有的图，绘制成一张藏宝图之后，再将其公之于众呢？这么做有一定的危险，任何一方势力知道的话，对咱们楚家来说都是灭顶之灾呀。放心，这事儿有我。过段时间呢，我找个借口去燕国。不可，燕国与萧国自古敌对，夫人万万不可一人前去。好吧，不去就不去。被萧玉衡的眼神注视着，楚清月当场认怂，可去往燕国的计划仍旧是未曾消散，他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再离开。夜色弥漫在天地之间，晚一些的时候，大理寺的人又来了，再次告诉楚清月，霍安要请客吃饭。霍安请客吃饭的事儿怎么没和我说呀？这货可是难得请人吃饭。本王忘了，本王与夫人一起前往醉仙楼。帅爹爹，你以后真的要住在楚府了吗？自然。灵儿喜欢父王吗？萧玉衡看着女儿，满心都是喜欢，那一双水汪汪的凤眸更是阳光十足，让人看上一眼就心情甚好，不像某人。为何如此看着父王？劳烦三王爷用对称呼，您是高高在上的萧国三王爷，并非是我楚天泽的父亲。娘亲说过了，父亲在5年之前就已经死在火海之中，骨灰随风飘扬的到处都是了。还有，三王爷应该很快就会离开，到时候还希望三王爷将楚府恢复原貌。你与本王都是男人，男人之间立下的誓言就要遵守。自然，到时候还请三王爷遵守约定，别死赖在楚府不走。一大一小父子2人用同一型号的丹凤眸互相看着对方。清明妹子，你知道三王爷和楚天泽2人为啥互相看不顺眼吗？不知道。这就叫前世仇人今生讨债。三王爷，来，老夫有事儿找你。萧玉衡跟在楚天雄身后，2人来到了书房中。三王爷，老夫找你是关乎到清月寒毒的事情。岳丈放心，本王已经命人去寻草药，也前往鬼谷寻鬼医出山为夫人治病。寒毒在萧玉衡心中一直都是一个无法解开的劫难，2人因寒毒纠缠在一起，时隔5年的时间再次相遇。他亲眼看到楚清月毒发之时的痛苦，萧玉衡不止一次祈求上苍将楚清月身上的寒毒转移到他的身上去。鬼谷的鬼医？对，当年我母妃重病，幸得鬼医出手，相信鬼医也一定有法子治好夫人身上的寒毒。三王爷，老夫今日找你的事情呢，很是重要，甚至连清月都不能说，至少在老夫死前绝对不能说。楚天雄的神色变得凝重了起来，好似预感到什么事情要发生一般。2人在书房中长谈了1个时辰之久。谈什么呢？没什么，为父和三王爷在聊你身上寒毒的解毒之法，想来想去也只有鬼医能解了。没有，鬼医已经死了，现在鬼谷的掌门人是大弟子苏清风。来萧国之前，他曾经去过鬼谷找鬼医，老一代的掌门人呢，在3年前就已经死了。现在的新掌门苏清风对寒毒也是束手无策，只有是开了一些延迟毒发和减少寒毒症状的药方。不过苏清风也说了，他一定会在3年之内研制出寒毒的药草，你们就不用再担心了。清月认识鬼谷的人？也不算是认识了，从漠北来萧国的路上遇到了快要饿死的苏清风，给了一些饭顺便送他回鬼谷了。说来苏清风也是个奇葩，在外人眼中的隐士之地，隐士高人，其实是一个没啥生活经验的宅男。哦不，还不比宅男，至少宅男会做饭啊，能够自给自足。苏清风24、25的老爷们儿，却是连最基本的吃喝拉撒问题都要假手于人的。
当初他在路边救了苏清风之后，这货竟然命令他伺候他吃饭、更衣种种。这不，打了几顿之后，这就老实多了，也学会了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能力。但有一点必须要认同，苏清风的医术相当之高明，并且许诺他3年的时间一定会研制出寒毒的解药，否则提头来见。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鬼谷那儿你们是不用去了，有这时间还不如让我去燕国了。不可，为父同意三王爷的话，不可。咱们手里都有6张藏宝图了，我还得给血煞宗拓印出来2张，就差1张凑齐完整的万里山河图。楚清月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他不想看到楚府再有任何的波澜。万里山河图对楚府来说是危险，但完整的藏宝图对楚府来说却是护身符。即便是7国的皇室想要动楚家，10大家族也不肯。别忘了，他手中可是有调动蓝家和江家的权利的，还有侯爷府的柳家军令牌。再者，他还是漠北越王。清月，你可知道，一旦藏宝图问世，7国必乱。老头儿，你觉得现在的7国还不够乱吗？我呢，只想让楚府一家老小平安，让我在乎的人健康长寿。至于其他的，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格局。外人眼中，楚清月只是2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个下九流的仵作，是一个霸占着3王爷的无知妇人。可懂得楚清月的人明了，她既是漠北的越王，又是精明能干的独立女人，更是一个敢为亲人与天下为敌的强者。纵然她只是一个女人。清月，既然你知道7国将乱，就更不能参与其中，明哲保身不好吗？夫人，你若想去燕国，本王陪你一同前往。你们，楚天雄当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才好。臣见过3王爷。何事？回3王爷的话，臣是来祝贺小王爷的。不知大人想要祝贺小生何事？回小王爷的话，小王爷在这次考试中本是取得了前10名的好成绩，奈何萧国没有5岁孩童入朝为官先例，陛下便将小王爷移出了10名之外。主考官说着楚天泽为何没有考进前10名的原因，这一切的因由并不在萧玉衡，而是在萧国的皇帝萧景瑜。自萧国建立开始，每隔几年的大考是汇聚了天下英才的时机，可是从未有5岁的孩子参加考试，更没有5岁的孩子获取前10名的成绩，更是没有5岁的孩子为官的历史。但为了安抚楚天泽，皇帝御赐神童名号，并且赏赐了金银，可这些对楚天泽来说犹如粪土，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作用。规矩是用来打破的，若是墨守成规，死守着不变，要这规矩又有何用？一张小脸别提有多么的冰冷。楚清月看在眼中，疼在心中。他清楚，天泽做这一切都是想要证明他就算只有5岁，也能照顾好他和灵儿。儿子，别人不欣赏你的才华，娘亲和灵儿还有你外公姨姨二叔很欣赏啊。天泽在娘亲心目中是最棒的。是呀，哥哥，娘亲说的没错，哥哥在灵儿心中是第一聪明的人，比灵儿聪明100倍。不对，是1000倍。考试就让你成了这个样子，萧家的男人即便是死也不会流一滴眼泪。谁说我哭了？我没有考进前10名，并非是我的能力不行，而是因为萧国制度。还有，即便是我输了，3王爷也同样没有赢。本王是输是赢无所谓，但看见你哭鼻子，本王很开心。萧玉衡，你欠揍是不是啊？安慰孩子不会说点好听的话吗？再说一次，我没有哭。楚天泽没有想到自己会输在萧国的制度上，不过他也不算输，毕竟考进了前10了。虽说前10的榜单上没有自己的名字，萧玉衡也不能够算赢。2人之间的约定就此作废。作为孩子的外公，作为3王爷的岳丈，老夫提个意见，再过一段时间就入深秋了啊！
听说河苑山庄很是不错，不如咱们楚府一家子老小就去河苑山庄住上一段时间，如何呀？这楚老头，钱谁出啊？刘宇安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河苑山庄一票难求啊，贵的那叫一个离谱。他家老头子当年可是花费重金才购得了一张入场券的票，想想就很激动。本王包揽河苑山庄所有的入场票钱，去的可以报名。哎，我去，我报名。老夫也去。帅弟弟，灵儿也要去。你呢？三王爷既然出钱请我们去河苑山庄，小生自然不会拒绝。夏玉好，他是狄阁老狄衍。狄阁老，传说中的文豪。是你，是你。老头儿，你和狄阁老认识啊？认识，就算这老不死的化成了灰，老夫都认识。楚天兄，没想到还活着呀！老夫还以为你早就被人给挫骨扬灰了。上天为何如此不开眼，让你这种祸害活在人间啊？夏玉好，怎么回事啊？这个狄衍，安国大学士，享誉七国的文坛大家，一生所作的诗词无数，每一首诗都是脍炙人口，可以用一字万金来形容，更是当今七国是一指的文豪。反正附加在狄阁老身上的光环无数，七国9成9的学子都以狄衍作为偶像，作为一生的精神崇拜。只要能够见到狄衍，即便是死也无所谓了。而且传说中的狄阁老温顺儒雅，即便是已经年近花甲，仍然不难看出狄阁老年轻时候的风姿。楚天兄，老夫当初就该放手，让你呀摔下山崖，葬身深渊啊，也不至于连素问都护不住。早知如此，还不如让你死了算了。狄衍，就说你狼子野心，对素问心怀不轨。好在老夫有先见之明呀，带着素问离开，要不然你个贼心不死的老匹夫，保不齐会做出什么下流的事情来。狄老贼，若非当年察觉到了你的坏心眼子，老夫又怎么会带着素问离开安国遇险呀？说到底都是你的错。我呸！你要有脸说我呀！当时要不是你使用奸诈的手段夺取了素问的芳心，老夫又怎么会输给你呀？若非如此，素问留在老夫身边的话，现在还会是平安的活下去，而不是一座灵位。楚天雄和狄衍二人足足吵了1个时辰之久，谁也不想让着谁。这是老夫的见面礼，这条碧玺项链是老夫当年想送给你娘亲的，谁知道你那混账爹带着你娘亲离开了山庄。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万万不能收。楚清月双手退还了狄衍的礼物，一方面是实在贵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楚天雄当着自己亲爹的面前，总不好接受亲爹情敌的见面礼吧。清月，拿着便是，到时候换来的钱去开铺子。当着他的面儿给他女儿送碧玺项链，狄老贼可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哪儿都有你的，不能说话就把嘴巴闭上。老夫送礼物给清月，又不是给你的。狄阁老，不是我不收，只是这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这条项链是安国王室之物，清月身为本王的夫人，身为三王府的女主人，身为萧国的三王妃，确实不好说碧玺项链。好吧，老夫光顾着给好东西了，把这茬给忘了。萧玉衡这么一说，狄衍也是明了了个中玄机啊，也不再勉强楚清月收下碧玺项链了。碧玺项链就不收了，但是这2颗珠子是老夫给灵儿和天泽的礼物，说什么都不能拒绝。好漂亮呀，多谢狄爷爷。小小年纪就在大考中获得前10名的佳绩，若非年纪不够，怕会是萧国最年轻的官员了。狄衍来到楚府的目的有2，一个是来找楚天雄那个老匹夫吵架的，二来呢就是来看看楚天泽怎么样的一个孩童拥有如此卓越的天资，能在万人大考之中取得如此佳绩。如今一看，小家伙果真是不同凡响，将来必成大器。小家伙，
你可愿意随老夫云游四方啊？不行，不可，不成。狄衍虽然是安国的大文豪，是七国学子心目中的偶像，多少人梦寐以求，想要跟在狄衍身边学习，但他们是绝对不会让楚天泽跟在狄衍身边去云游四方的。